如果把家庭比作一个小社会，平等、美好、按需分配，没有压迫，同时还享有最大程度的思想自由，要是还能顶住来自社会的外界压力，大家告诉我，这是不是一个乌托邦？那么大家说，去掉技术因素，实现理想社会最大的难处在哪？是无法准确评估的人际关系吗？毕竟不管咋说啊，家庭里面的亲情有爱情，那为啥没见靠血缘维系的宗族制度发扬光大啊？最起码已经不再适合现代社会了嘛。关键问题啊，其实在于外界，家庭外面有社会，社会外面有世界，世界外面还有宇宙，这个世界太大了，只要存在差异，就会有高低之分，谁都不愿意长期处于弱势，竞争，恶性竞争也就这么出来了。这就又回到了开头，除非人和人之间没有差异，或者技术以及资源条件足够，否则乌托邦之类的理想社会永远都是空想。但是假设乌托邦之类的理想社会并不特指全人类，我也不去管全人类这么宏大的命题，我只顾好自己所在的这个小家庭，并让小家庭能够有效抵御来自外界的压力，那我不就是一个生存在乌托邦世界里面的人吗？对吧？比如海贼王里面自视高贵的天龙人，进击的巨人里面3层城墙的最内层，如果把海贼里面的其他种族或者进击巨人里面城墙的2、3层都忽略掉，谁敢说这两个群体所在的世界不是他们那个世界里面的乌托邦？别说那都是漫画，是虚构的，现实中的例子也有。奴隶时代、封建时期啥的我都不说了，就说近的，墨西哥人眼中的天堂美国，有个词叫转嫁矛盾，阶级矛盾、经济矛盾、政治矛盾，但凡能想到的矛盾就没有不能转移的，就看你愿不愿意转移，怎么转移，是选择良性的价值互换，如果大唐亦或者大明的朝贡，看似损失了不少财物，却换来了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又能促进文明发展，互利互惠，甚至有效规避一些社会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矛盾，向来是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啊。或者就是像2战时期的法西斯那样进行残酷的掠夺式转嫁，用战争转嫁矛盾。1776年7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宣告成立。可这时候的美国并不是说宣布独立了就真的独立了，独立战争才刚刚开始，一直截止1783年巴黎条约签订以后，这场殖民地推翻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才宣告结束。同样的，战争胜利不代表独立的美利坚就能高枕无忧，这场独立战争打得并不容易。截止1789年，因为独立战争，整个合众国未偿还的债务已经高达7900万美元，其中联邦政府独一份就占了5400万美元。要是放在今天，跟美国那几十万亿的债务总额相比啊，确实不算啥。可是，在当时1803年，美国用1500万美元从拿破仑手中买下了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啊，一次交易让美国当时的版图扩大了1倍。那么，请问这些债务该怎么还？1800年，美国总人口只有500万。就算对外招商引资都找不到多少廉价劳动力，虽然很积极的发展工业，想要实现工业化，可是面对英国的封锁，大量英国工业品的涌入，以及自身那远落后于英国的工业基础，制造出来的商品压根就卖不出去。再次请问，这些债务该怎么还？不还，不可能的。刚独立不久就赖账不还，只会让本就脆弱的国家信用体系瞬间崩塌。美国也别再想在国际上立足了。可是当时的美国穷啊，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为了发行国债化解天量债务，光一份公共信用报告就写了51页，4万多字呀。效果虽然不错，有效促进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有欧洲资本涌入美国，可是对于庞大的债务总量来说，依然是杯水车薪，制造业还始终都发展不起来。1801年，美国所有股份制公司里投资制造业的只有2.4%。如果继续下去啊，等待美国的只会是成为欧洲工业国的附庸。巧的是，这段时期的美国扩张思潮泛滥，想要发展就需要市场，需要资源，需要土地。英国呢又陷入了拿破仑战争，所以在这美英矛盾、英法矛盾不断加剧的时期，美国选择了对英宣战，选择用战争、用掠夺式扩张去化解国内紧张的经济局势以及日益激化的内部矛盾。美加战争爆发，可惜这次是美国第一次对外侵略，没什么经验，入侵加拿大失败了，甚至还反过来被英军一把火烧上了白宫。北上这条路眼看是走不通了，但是还可以西进啊，对吧？西边还有大片土地等着被开发，那些土地资源丰富，土地上的人还比当时的美国更落后。1个世纪100多年，美国成功了，佛罗里达、德克萨斯、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内华达、阿拉斯加、夏威夷等大片土地并入美国，代价就是美国人眼中的母亲之路66号公路从东向西一路圆环，尚且还处于萌芽状态的美洲文明被毁灭殆尽。原本反抗殖民侵略的人就这样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一步步成了新的殖民者，蚕食周边，扩大自己，成了自己曾经最讨厌的人。1861年，这时候的美国凭借扩张带来的红利，工业化已经初见成效，可是依然有一些州想要继续推行种植园经济，带着黑奴摘棉花，并不愿意工业化。种植园经济和工业化经济的矛盾逐渐激化，而且因为关税问题导致这个矛盾不可调和，最终又是一场战争。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内战——南北战争爆发，结果是北方各州获胜，捎带把黑奴解放了，收获好名声的同时，又获得了大量廉价劳动力，恰好又赶上了第2次工业革命，闷声发财的机会来了。这次美国自身稍微努力了一下，靠着技术革命以及资本的集中，一不小心形成了垄断组织，又一不小心就搞了个 GDP 世界第一。
但是美国心里很清楚呀，要不是前面疯狂的对外扩张，从200多万平方公里一路扩张到了900多万平方公里，而且这些土地上还有着大量资源，鬼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为 GDP 世界第一啊！所以一战爆发后，美国选择了中立，继续投身工业化大业。可这不代表美国就闲着了，或明或暗，同时向交战双方提供军火，不久又对协约国进行贷款，闷声大发战争财呀，生怕战争打得不够热闹。捎带还把世界金融中心从英国伦敦搬到了美国纽约。二战同样如此，美国并未直接参战，再次玩起了老一套，同时向轴心国与同盟国提供物资或者经济援助，大批的黄金被运往美国。光美国一个国家当时的黄金储备就相当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73.4%。要不是日军急于改善战略资源困境，狗急跳墙偷袭了珍珠港，美国参战恐怕还要更晚一些。加上二战前的大萧条以及二战期间的庞大消耗，美国趁机于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提出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全新国际货币体系，美元霸权逐渐成型，美国也正式割起了全世界的韭菜。虽说因为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深陷丛林无法自拔，财政赤字巨大，连带着国际信誉也有所降低，引起了资本家们的恐慌，大量资本外逃，进而又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美元危机。大木虽然不懂经济，但大木只知道一个结果呀。美国把黄金兑换窗口关掉了，美元照印，顶多费点纸而已，黄金却在不断的降价，直到最后彻底和美元脱钩。按照正常的逻辑，美元与黄金脱钩，加上大量印刷，通货膨胀，肯定会面临一个贬值问题，而且还会很严重。可实际呢，美元通货膨胀是不假，购买力却依然坚挺，依然牢牢地占据国际货币中心地位。大家别忘了，美国当时的强大可不仅仅只是经济、工业，军事实力同样无敌。虽然美元和黄金脱钩了，可美国紧接着又找到了新的替代品——石油。为沙特阿拉伯提供军火和保护，这样一句简单的承诺就换来了沙特所有石油交易只能用美元结算，变相的将美元和石油挂钩，不服就打一场，对吧？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很多国家又都是贫油国家，不用石油就没有安全保证，用的话就不得不用美元结算，继续当美国的韭菜，用大量实打实的商品或者服务兑换美元，与美国共同承担通货膨胀的风险。比如日本嘛，要不它怎么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持美债最多国家呢？对吧？只是因为冷战的原因，很多利润并没有流入资本家们的口袋，而是以收税的形式让给了美国无数的无产工人阶级。税率最高的时候甚至能达到92%，借以对抗苏联的渗透。也正是因为这样，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美国虽然受危机影响，触发了二战之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工业产能下降14%，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工人就过上了有史以来最好的生活，迎来了他们距离美国梦最近的时代。只需要一个人的工资就能轻松养活一家老小，1年的工资就能买下3套中等级别的房子。对那个时代的美国工人而言，能让他们过上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生活的美国就是乌托邦。离谱吧？遭遇经济危机，产能降了，货币贬值了，本该升高的失业率却没啥影响，该下降的生活水平却没有下降，社会依旧繁荣。就是因为这一切矛盾早都被转嫁出去了。每次经济危机都会有不少其他国家替美国共同分担稀释。冷战结束后的红利想都不用想啊！截止2000年，单一个经济连续增长112个月，联邦政府年盈利2000亿，失业率仅为4%，就足以证明一超多强格局下的美国到底有多强。而且国内矛盾并不明显，当之无愧的歌舞升平啊！就这样，耗时200多年，美国利用对外扩张和掠夺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利用工业革命形成垄断组织，甚至是国际垄断集团，想要从经济上瓜分世界，利用一战、二战大发战争财，趁机确定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形成美元霸权，并不断用美元转嫁矛盾。战争时期印美元，天灾疫情印美元，经济危机还是印美元，一步步的将美国改造成了近似乌托邦一样的存在。哪怕这个乌托邦是以其他国家替他的任性买单为基础，是以不断的掠夺为基础，谁让他们付出的也只是一堆白纸，因为他们才是生活在那个乌托邦里面的人呀。但也很明显嘛，转嫁矛盾不代表矛盾就不存在了，只是换了一个形式。就拿美元霸权来说，除非真就能厉害到能一个国家同时对抗全世界，否则再厉害也不可能一直印下去。啥时候利息低到无人问津了，啥时候就是美元霸权崩盘的时候。我是大木，关注我，你不亏。我们下期再会。